各位健康之道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志林。今天我要跟您说一件听起来可能不太起眼，但足以让全家人陷入风暴的事。您抽屉里那些多年不用的银行卡、存折，现在可能正在变成诈骗犯的作案工具。请您先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，哪怕卡里1分钱没有，只要账户还没正式注销，它就不是废塑料片，而是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的法律地雷。那些诈骗团伙根本看不上您账户里那点钱，他们要的是您干干净净的名字和银行账户，用来接收全国各地受害人汇来的血汗钱。您想想看，只要有一笔被骗的钱流过您名下的账户，警察顺着资金流向一查，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开户人您自己。到时候您就不再是安安稳稳的老人家，而成了诈骗案、洗钱案的关系人，严重的话直接变成被告坐在审讯室里。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您一定要认真看完，然后马上起身去翻家里的抽屉、柜子、旧钱包，把所有闲置的银行卡、旧存折一张不落地找出来。我来一步一步教您怎么把这些隐形炸弹彻底拆除。如果您觉得这种保平安、保老本的内容实在，请您务必给健康之道点个订阅，按个赞，顺便在评论区打下账户安全4个字。您这个动作不仅是在支持我继续做节目，更是在提醒和您同龄的老伙计们，千万别稀里糊涂踩进同一个坑里。很多长辈最大的误会就是觉得卡里没钱就出不了事。过去我们防的是自己口袋里的钱被转走，现在形势变了，我们要防的是自己的名字和账户被别人拿去当洗钱管道。诈骗团伙现在玩的是什么套路呢？他们是先骗受害者把钱打到几十个、上百个不同的账户里，这些账户很多就是像您我这样普通人的闲置账户，钱一到账，他们立刻用网银快速拆分，层层转账，最后让车手在 ATM 上一笔笔取现，或者直接汇到海外。受害者一报警，警察首先查的就是第一层收到钱的账户，系统白纸黑字显示的开户人是谁，警察第一个传唤的就是谁。您要是把卡借给别人了，密码透露出去了，网银资料交出去了，哪怕您1分钱好处没拿，警察也很可能认定您是提供人头账户，直接把您立案侦查。因为客观上，您确实给犯罪链条提供了最关键的一环，那个安全可靠的收款和提现通道。我把骗子最常用的那些说辞给您掰开揉碎讲清楚，您以后听到类似的，马上就能反应过来。他们一般会这么说：做点小生意，搞点投资，做代购，做电商，玩虚拟货币，需要多几个账户走走流水，他自己的账户额度用完了，或者被银行盯上了，所以想借您这个干净账户用用，他一定会拍着胸脯保证，绝对不动您账户里原有的钱，甚至会叫您先把余额全取光，再把卡片、存折、密码都给他。更狡猾的，还会跟您要手机验证码，美其名曰绑定一下网银，或者开通个转账功能。还有些人打感情牌，说是亲戚朋友做生意临时周转一下，或者说只是暂时收笔款，取个钱，3天5天就还给您。您一定要记住这个铁律，不管对方理由编得多圆满，只要他最终要的是您的卡片、密码、存折、网银账号或者验证码，结果都只有一个，把他身上天大的法律风险完完整整的转移到您身上。这里我必须跟您讲讲残酷的法律现实，因为太多人以为只要说一句我不知道啊，就能万事大吉。银行卡和密码是什么？那是法律上认定的高度私密的个人管控物品。法官和检察官通常会问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：您明明知道这是您自己的账户、自己的密码，为什么要把它们交给一个外人使用？您要是给不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，司法机关就可能认定您至少存在放任的心态，案件就会正式进入侦查程序。一旦进了这个程序，那就不是聊聊天那么简单了，您得做详细的笔录，得解释每一笔来路不明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得说清楚对方是谁，怎么认识的，在哪给的卡，收没收过租金或好处费。任何一个环节说不清楚，这个案子就能拖上您1年半载。更现实的是，那些在背后操纵的诈骗主谋，10个有9个抓不到，那些取钱的车手也常常追不回钱。最后，警察能找到的，检察院能起诉的，受害人能追着索赔的，往往只剩下一个具体的人，那就是账户上清清楚楚写着名字的您自己。
我给您还原一个最常见的场景，您就明白警察为什么会找上门了。您有一张好多年前办的卡，换工作后就没再用过，您自己都忘了，以为是个空户，可这卡被人拿去用了。短短1周内，可能有10几笔、几十笔钱会进来，每笔几万、10几万不等。钱一进来，几分钟内就被网银转走，或者被人在 ATM 上取光。受害人报案后，警方第一时间会冻结这些收款的账户，并把他们列入警示名单。银行接到通知，马上会限制这个账户的所有功能。系统里弹出的户主名字是您，警察不找您找谁？您就算根本没参与取钱，只要您曾经把卡和密码给过别人，或者您明知账户长期不用却放任不管，这都会成为您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致命弱点。一旦您的账户被打上警示账户的烙印，麻烦就会像潮水一样涌进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最直接的，您的金融功能会被全面限制。您可能突然发现 ATM 取不了钱了，网银登不上了，常用的信用卡被停用或者额度骤降。更头疼的是联动管制，您名下其他银行的账户、邮局账户，甚至股票证券的交割户都可能被列为衍生管制户。这意味着不光出事那个账户动不了，您平常用来领退休金、交医保费、扣水电煤气费的正常账户也可能一起被锁死，钱可能还能存进去，但您想取出来难了，要么根本取不出，要么只能亲自去银行柜台。工作人员还会要求您反复核对身份，说明每一笔钱的用途，留下详细记录。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3天2头跑银行排队，一遍遍跟人解释，还要承受旁人异样的眼光，这种精神压力实在太折磨人了。第二层后果是您的信用和未来的金融活动会彻底乱套。警示，这个标记会留在所有金融机构的内部系统里，也会记入您的信用报告。在这个标记消除之前，您想新开个账户不行，想申请一张信用卡没门，想贷款或者提高额度基本免谈。您要是想帮子女凑钱办房贷，想给人做个担保，或者想办理以房养老来解决晚年经济问题，金融机构很可能会直接拒绝。很多老同志平常不爱跟银行打交道，可一旦真遇到急需用钱的时候，比如突然的医疗开销，才发现自己早已被划进了限制往来的黑名单，那种叫天天不应的被动，想想都心寒。第三层是漫长到让人崩溃的司法和民事纠纷。刑事案件部分，您可能得不停地跑派出所、跑检察院、跑法院，这些地方还可能不在您家门口，而是在受害人报案的城市或者车手提现的县城。您得请假，得奔波，得在走廊里一等就是大半天，得面对一句接一句的严肃讯问。就算最后刑事上认定您情节轻微不起诉，或者判得很轻，民事赔偿的官司很可能紧接着就来了。骗子抓不到，受害人的损失总得有人赔，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起诉那些收款账户的户主，也就是您。法庭上，法官要看您有没有过错，是不是提供了犯罪工具。您得千方百计找证据，证明自己也是被骗的，自己1分钱没拿，自己已经尽了注意义务。这套流程对我们老年人来说，耗时间、耗精力，更耗心神，往往还把全家人都拖进焦虑的漩涡里。讲完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风险，咱们立刻转到最关键的部分，您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实实在在地把危险挡在门外？我给您一套今天就能动手的流程，不需要您懂任何法律条文，只要照着做，就能把风险砍掉一大半。第一件事是大清查，把家里所有角落、抽屉、旧钱包、文件夹，甚至那个以为放证件的铁盒子，统统翻一遍，把所有找得到的银行卡、存折、开户凭条、网银的密钥，哪怕是一张写着密码的小纸条，全都集中到一起，先理清楚这些卡都是哪些银行的。如果您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在哪些银行开过户，有个笨办法，但特别管用。您带着身份证亲自去一趟金融联合征信中心，申请一份自己的个人信用报告，上面会列出您名下所有的信贷账户，或者您直接去各家银行的柜台，请工作人员帮您查询您在该行是否还有活期账户，是否还有未注销的卡片。清查的目的就一个，把您名下所有还活着的账户一个不漏的挖出来，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未知账户成为未来的定时炸弹。第二件事是做大扫除，
把所有确定不用的账户一个不剩的正式结清注销。这里我特别要强调，您自己在家把卡剪断，把存折扔掉，根本不等于安全，因为账户在银行的系统里依然存在，卡片碎了，但网银功能可能还在，存折丢了，但账户号码别人可能早就记下了。唯一正确的做法是，您本人带上身份证、原来的存折和银行卡，去银行的柜台，明确地告诉工作人员，我要把这个账户结清销户，柜员会把账户里剩的余额，哪怕只有几毛钱，都算清楚给您，然后当场作废存折，回收剪断金融卡，并在核心系统里完成销户操作。您最好当场问一句，请问现在销户完成了吗？或者要一张业务回单，千万别办成了单纯的停卡，账户却还挂着。如果存折或卡片早就丢了，也别怕，先去挂失，再按银行的规定补办，或者走特殊流程把它消掉。核心就一点，让这个账户在银行的系统里彻底死亡，再也无法被任何人利用。第三件事是对必须要保留的账户进行加固。对大多数家庭来说，留2个常用账户完全足够了，一个专门用来收退休金、扣各种保险费，另一个用来日常开销和转账，其他的一律关停。保留的这2个账户，请您立刻做3件小事。第一，马上开通交易通知，无论是短信提醒还是银行 APP 推送，确保每一笔钱进账，每一笔钱转出，您手机都能立刻收到提示，金额再小也要通知，因为骗子经常先用1-2块钱测试账户是否可用。第二，立刻重设密码，取款密码、网银登录密码、支付密码全都改掉，别再用生日、手机号、身份证后6位或者6个0、8个8这种傻瓜组合，更不要把密码写在卡片背面或者夹在存折里。第三，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授权，别把网银密码告诉任何人，别把手机收到的验证码转发给任何人，也别在任何看起来可疑的链接页面输入您的银行卡信息。做完这几步，至少能在出现异常交易的第一时间发现，把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。我再用最直白的话把底线说一遍，不管谁来借卡、租卡、买卡，统统拒绝，而且拒绝的明明白白。对方如果是亲戚朋友，说只是临时收笔款、过个账，您也必须拒绝，因为一旦出事，法律只认户主名字。对方如果说给您租金、给分红，那更要严词拒绝，因为收了钱，您在法律上就更难说清了。接到陌生电话或者网上看到高价收购银行卡的广告，别犹豫，直接挂断，关掉页面，别好奇去问问情况，多聊几句都可能被套走信息。如果您觉得对方不对劲，立刻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举报，或者直接去派出所，让民警帮您判断。如果您已经不小心把卡给过别人，或者怀疑自己的账户信息可能泄露了，请马上做下面这几件事来止损。立刻打电话给银行客服办理挂失，停掉卡片，关闭网银，重置所有密码，要求银行给您查询最近3个月的交易明细，看看有没有不认识的进账和转出。一旦发现不对劲，千万别自己去找对方理论讨要，他只会拖住您继续用卡。正确的做法是保留好所有通话记录、聊天截图、转账短信，直接去公安局报案。您行动的越早，银行和警方冻结资金、追踪坏人的机会就越大，您也越能向司法机关证明自己是在发现问题后立刻采取了补救措施，而不是坐视不管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警察已经通知您去配合调查，或者银行通知您账户被冻结了，请您千万不要躲，不要逃，也不要乱签任何您看不懂的文件。您可以请子女或信任的亲友陪同，带好所有的通知单和资料。做笔录时，如实说清楚前因后果，尤其要强调您事后采取了哪些止损措施，比如什么时候挂失的，什么时候报的警。如果情况复杂，尽早去咨询律师或者法律辅助机构，了解自己的权利和该准备什么证据。很多人因为害怕而拖着不处理，结果账户继续被坏人使用，牵扯更深，到时候想撇清关系就更难了。我把今天的总结用最掏心窝子的话再说一次，那些闲置的银行卡、旧存折绝不是小事，账户只要还在银行系统里活着，就有可能被骗子拿去收赃款，后果就是账户冻结、信用破产、官司缠身，甚至赔上养老钱。唯一有用的解决办法
就是今天花上半天时间，把不用的账户全部销户，把要留的账户加上安全锁，并且死死守住不借、不租、不卖的底线。您今天愿意付出这一点点时间，换来的可能是往后好几年不必奔波于警局法院，不必面对旁人猜疑，不必为证明自己清白而焦头烂额的安稳晚年。最后，也请您务必把今天听到的这些话转告给您的儿女和孙辈。年轻人换工作多，开的银行卡更多，面对的网络诱惑也更复杂，提醒他们清理旧账户，开通交易提醒，坚决不外借卡片，这是我们做长辈的能给家人最实际也最有力的一份保护。如果您觉得今天健康之道讲的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您为我点个赞，订阅健康之道的频道，并在评论区留下账户安全4个字。也欢迎您留言说说家里清出了几张旧卡，或者您最担心遇到哪种情况，我会根据大家的问题再准备一期内容，详细讲讲不同银行销户的具体手续，存折丢了怎么办，以及万一成了警示账户该如何一步步解除限制。我是蔡志霖，咱们下期再见。